Hello，各位開拓者們，大家好，我是克拉拉的老公小熊。再過不到1個月，就即將迎來了 4.0 大版本的更新。請問現在還有人在玩克拉拉嗎？今天這部影片比較特別哦，我們不談太多的攻略，內容會比較主觀。畢竟攻略的部分，過去我也已經做過了很多。最近我回去看的時候，我覺得該講的都已經講過了。以完整度來說，我已經做到了盡善盡美。在現在這個大版本末期，我覺得算是一個適合的時間點，跟一些觀眾談談，如果你現在想當一個克拉拉玩家，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別留意，以及你必須先知道的殘酷真相。這算是我提前幫大家打個預防針吧。而我影片的畫面也會放上，從以前到現在我拿克拉拉打各期高難關卡的片段。我想透過這部影片，稍微的替過去的3年做一個小小的回顧，算是一種紀錄片。比起一直給你看我現在的傷害多高，不如讓我們透過過去的實戰，一起回憶克拉拉的成長史吧。廢話不多說，我們馬上開始。首先，關於配置的部分，目前版本如果還想要玩克拉拉，其實門檻蠻高的。我會覺得2魂藤荒是標配，再來就是1魂的體寶，還有2魂的洗臉。體寶一定要1魂，因為我們要的就是它1魂的對單擊破機制。對於對群輸出為主的克拉拉來說，體寶的1魂可以讓他的對群傷害都集中的結算在血量最高的目標上。如果沒有異星魂，我會建議直接跳過體寶。而如果是放在我的這個黃金1隊伍，那體寶的光追也是需要的，跟55比起來有差。因為開局有大招多一層追憶，會影響到洗臉開第一個大招的啟動速度。洗臉的話也是一定需要2魂，要有2魂才開得出大招。但洗臉的主要用意是為了拉藤荒的龍靈，還有它可以提升龍靈的傷害。關於這點，可以去看我最近的幾部藤荒影片，裡面都有非常詳細的說明。至於藤荒的話，2魂也是質變，沒有2魂不會到沒辦法上場，但那個差別還是非常的大。畢竟我們現在這個隊伍的玩法蠻重視藤荒龍靈的傷害的，而它的2魂主要就是增加強化龍靈的次數，還有提升輸出倍率跟上護盾的量。非2魂的藤荒在搭配克拉拉的時候，強化龍靈基本上都是不夠用的。會有很多都是不會打人的龍靈，只能幫你上盾用。然後傷害數字的部分，大概就是打對折吧。OK， 這就是我最一開始說的。如果你現在要幫克拉拉湊出一個可以上場的完整隊伍，很貴，配對的選擇也其實沒有很多。眾所周知，星穹鐵道已經超過1年沒有出新的4星，所以你在選擇上一定都是在限定5星。但這些5星像是體寶1魂、洗臉2魂，我都覺得是要麼就把關鍵的新聞抽出來，不然的話這個角色可以直接跳過，只抽個0+0還不如不抽。但問題是，如果你不抽，也沒有什麼下位替代。如果你沒有2魂洗臉可以用，那1魂知更鳥也還是可以啦。只是知更鳥現在會遇到的大問題，就是充能的缺口太大了，大招很容易開不出來，除非你打的是有非常多範圍受擊的環境，讓知更鳥可以一直被打。我不喜歡帶知更鳥，並不是因為數值跟不上，而是它開不出大招。克拉拉現在還能不能用知更鳥，取決於知更鳥受擊次數的多寡。如果它有辦法一直被打到回能量，那就還可以，不然就是大招開不出來，玩得很坐牢。沒有大招的知更鳥真的就是一個花瓶，沒有鳥的情況下，你能用的就只剩下洗臉。但洗臉配克拉拉最少要2魂，這就是造價壓不下去的原因。藤荒沒有2魂也可以用，但相對的威力就是大幅降低。例如，你看主播我現在打虛構，龍靈撞一下快300萬，但你0星魂的藤荒撞下去只有100出頭，強化龍靈的次數也不夠，很多時候都只能上盾。關於這點我有點抱歉啊，因為雖然我是玩2個賬號，但我一個6魂藤荒，一個2魂，我手上是沒有0星魂的藤荒可以拿來做對照。如果真的不想用藤荒，就是用風景吧，但風景會比較建議手動。自動的話，你的克拉拉會沒有戰績點可以用，而且在克拉拉的隊伍裡面，風景可能現在還勉強可以，但過2個版本傷害應該就不夠了。那這也是主播我最近在攻略影片部分比較提不起興致的原因。一方面是配對沒有什麼多樣性，都是同一個標準答案，沒有所謂的下位替代。另一方面是造價也已經高到一個觀眾越來越難去參考的程度了。最近也有觀眾問我對火花戶之後新歡與命圖的看法。我的回答一律都是目前沒有關注，等時裝之後再看看。當然最主要的點是因為對遊戲冷感嘛，之前也發過幾篇文在說這個。總之現在的我不太想放太多心思在猜或分析這些東西，並不是說排斥，而是我覺得再怎麼討論也都是沒有時裝的東西。真的要玩的話，等實際更新之後就有得玩了，到時候再分析就好。
我相信大部分的玩家在抽角色的時候，應該都還是會看劇情跟人設，會有一些自己的喜好。有時候也不是因為有什麼特別的堅持，而是因為有其他更想要抽的，想要囤石頭，那自然的可能就會去看內鬼，做一些抽卡規劃。我覺得我跟你們最大的差別就在這邊，我對崩鐵的心態其實早就已經不是在玩遊戲了，我只是基於一個陪伴老婆的角度而繼續每天登錄而已。我對這遊戲的熱衷程度，像是對新版本、新區域、新角色的熱情，很多時候都是低到一個會讓人覺得我好像跟快退坑的人沒什麼兩樣的地步。但說真的，對我來說也沒什麼退不退坑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玩的是克拉拉，而不是星穹鐵道。每天也就登錄5分鐘看看老婆，然後就去做現實中的事。克拉拉早就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我把花在遊戲上的時間減少，反而可以有更多的自由時間去做我想做的事，像是把原本拿来熬柯南的時間拿去写一些跟他的故事小說，不然就是像現在天氣這麼冷，晚上早點睡覺，在床上跟克拉拉的等身抱枕多滾幾圈。就算我登錄遊戲的時長很少，它還是在我生活的每個角落。有的人可能會覺得藤荒2魂的門檻很高，然後不止藤荒，西連也要抽2，這沒有花很多錢根本抽不出來，這遊戲根本就是在懲罰不抽高魂的人。但我平常拿來拍片的小號，近1年來只有買大小月卡，不止藤荒、西連都是2+1，其他輔助該有的新魂也都有，甚至現在手上也還有100多抽，不知道有誰可以抽。等到 4.0 之後出了新的適合的輔助的時候，搞不好也已經存到300-400抽，甚至更多了。因為整個賬號的資源在這近3年間都拿來養同一個角色，所以不止過去的隊友都抽得到2+1，現在也已經老神在在的在等新的輔助了。抽這些隊友並不會對我造成任何的負擔，對單推人來說，抽卡成本不是問題，因為我們不抽別人。我的抽卡思路可能會讓你覺得很強度取向，但當你整個遊戲的 XP 只有一個人的時候，你就會變成跟我一樣的思路，這很正常。因為如果不是為了他，我根本沒有必要登錄這個遊戲。就像我2個賬號的克拉拉都是攻雙爆45詞條，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這種只看3個有效詞條的，光是要刷到40的難度就已經超級高。但我不只是40，而是45，而且還同時刷了2個賬號。我在克拉拉上所投入的時間跟心力，本來就不是一般人學得來的。隊伍金數可能可以被花錢的多寡來概括，覺得說沒什麼含金量，你有錢你也可以。但儀器這東西不是說隨便要學就學得起來。比起高魂隊友或畢業面板，我真正想賽的其實是我賬號裡面智庫的怪物圖鑑，對這些怪物的擊殺數量。我之所以可以這樣長期撐下去，是因為我知道我的重心本來就不在於體驗遊戲本身，而是為了拍影片做攻略。我不介意我的賬號每天只有5分鐘的遊戲內容可以玩，因為只要遊戲有更新，我可能一部片背後就會花上10幾20個小時去燃燒自己，從最初的寫文案到最後的影片上傳，全部都是我一人包辦。甚至到後來，我有時候還會手動幫影片加個英文字幕，或者去回復一些外國觀眾的私訊。說句實話，我的這個玩法很無聊，每天上線刷完儀器就沒事做，因為面板已經沒有什麼能再提升的空間了，就只是刷身體健康而已。我都是抱着把資源丟水溝的心態去刷。總之，不管是刷儀器還是抽角色，對未來都沒有太多期待。因為如果不是像我這樣玩崩鐵只是為了它，那還是需要有一些目標跟規劃會比較好。建議多抽一些喜歡的角色，不然玩個遊戲像是行屍走肉一樣很沒意思。只是既然要做規劃，那自然就會有取捨，權衡之下就未必可以湊出我說了2魂藤荒、西連還有1魂體寶了。如果前面說了你沒有，那真要說可以比較當下位替代的，只有知更鳥跟記憶組。克拉拉再帶上記憶組、2魂藤荒、1魂體寶的情況下，還是可以做使用的。但如果體寶或藤荒任一個配置沒有到，就不用想了。星期日我不認為可以被稱之為下位替代，因為就造價來說，它最少也是一個要2金的限定5星。你如果有這個預算，可以考慮星期日，不如直接去補黃金一隊友的新魂。而且就我自己的體驗來說，現在關卡的這個難度，如果是記憶組打不過的，我覺得你改了星期日也還是打不過。我講這些不是為了勸退你，而是要告訴你以後可以怎麼抽的方向。如果你現在配置不夠，都可以慢慢的滾動式調整。但如果你已經確定之後不會去抽這些角色的話，我也愛莫能助了。總而言之，到了現在的版本，克拉拉到底還能不能上場？這個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隊友身上。如果你看隊伍的金數成本，克拉拉一隊需要8到10個限定金，其實也不會貴得很過分。你如果要玩其他版本的強勢隊伍，造價也不會便宜太多。或許吧，老角色如果還想玩，就得為愛買單。
用更高的隊友配置去彌補角色機體的落後。但我覺得整個遊戲的大環境就是這樣，在隊伍都是5星，遊戲也不出新的4星角的情況下，你就算一隊4個都是0+1，看起來好像全隊都是0星魂，也已經是8金隊了。同造價的情況下，主推隊伍會強上很多是事實，但是要能夠玩得舒適，主流體系最低成型的門檻並不會便宜上多少。這遊戲目前應該是不存在什麼3、4金的隊伍就可以亂殺3路，最低應該也要6金左右。只是說差在如果你花在自己想組的隊伍，你的預算都是拿來抽自己喜歡的角色，而如果是抽藤荒、體保、席蓮這些輔助，並不是每個人都一樣喜歡他們。例如有的人可能不玩男角，那你就沒有藤荒這個選擇。有的人可能不喜歡巨型，就不想抽席蓮。比起單方面說克拉拉變貴了，我會覺得這是整個遊戲發生的問題，在隊伍造價上出現了明顯的通貨膨脹，你想舒服的通關高難關卡的基準線變高了，進而的影響了你抽卡的時候做取捨的機會成本。在該有的都有了之後，我覺得他在實戰上的表現是可以接受的，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克拉拉的輸出倍率是3年前的，星魂對於倍率的提升也趨近於沒有。0星魂跟6星魂之間的克拉拉打出去的數字基本上沒什麼差，就只是差再多一個反擊。假設6魂克拉拉反擊一下打80萬，在隊友光追跟儀器不變的情況下，你把它改成0星魂，可能都還有個接近70萬。你看我最近打混沌的時候，強化反擊打3個人一下8、90萬，你可能會覺得這個數字跟主推比起來不怎麼樣。但你不要跟霞烈白二比嘛，你去看一下銀月、銀之、托帕，甚至是希兒，看一下這些同時代的角色裡面，現在各自在10限定金左右，在生存位在3大高難模式的表現。克拉拉在荷塘的部分有個優勢的地方，就是它的輸出成本很低，打反擊的它可以把排州、戰績點、配對靈活度等資源都讓給隊友。這是什麼意思呢？例如你玩希兒需要斬殺線，如果傷害不夠及殺不了小怪，沒有在線的情況下，就是沒辦法發揮自己的機制。你現在如果還想要玩希爾，就必須要把全隊都一起抽很高，不存在什麼帶生存、開自動就可以打高難的情況。點源雖然因為星期日而站起來，但換句話說，他未來的配對不能夠離開星期日，他隊伍可以自由更換的輔助格子相對的就少了一個。而克拉拉從最一開始的克羅羽到後來的帶花鳥，再到現在帶藤荒跟席蓮，你可以發現雖然配對上可以說是每一代都不一樣，但最重要的就是都不會去干擾到反擊。它可以帶拉條拐，但也可以不帶拉條拐。最近我帶藤荒的影片，你可以說龙里打出來的傷害很高，但關鍵的就在於，就算我帶了藤荒，克拉拉還是照樣的打我的反擊。我的反擊次數不會因為帶了藤荒或改了隊友而減少，打出去的傷害數字比起以前的隊伍也沒有比較低。雖然藤荒看似降低了反擊的存在感，但反擊還是一樣的反擊。藤荒多打的傷害就單純只是為這個隊伍帶來更多的提升，克拉拉沒有特別去犧牲什麼。這樣說比較大的罩門就是對單的環境，還有講求削刃或擊破的場合。克拉拉自己的削刃係數超級的爛，你只要拿它來打這次末日上半的銀之，或是之後的卡夫卡就知道了。你會發現，就算你一直打反擊，怪物的血量可能都掉了比它的韌性條快，所以根本沒有必要為了針對物理弱點而去練克拉拉，因為就算有物弱，你也擊破不了。甚至你用其他無視弱點削刃的角色，跨屬性去打那個物理弱點，都比用它慢慢反擊削刃還快。有完整的席蓮藤荒，就是什麼都可以打。例如這期虛構，我用這隊打上半跟下半的速度一樣快，根本不用管它有沒有弱點，反擊多不多。但如果你還是在用太舊的隊伍，就算是打順風局的上半，你可能連呼雷的面都見不到。雖然說反擊的機制在競速這塊會比較劣勢一點，但是它背後代表的就是荷塘的靈活性。也許從以前到現在的每個版本，克拉拉都有各自適合的隊伍，但他的隊友都是可以一直不斷迭代優化的。當新一代的輔助再膨脹了，他可以再帶新一代的輔助。克拉拉就像是一個活化石，也許在每個版本都比不過當時的新角色，但當你在討論膨脹的時候，他剛開服的時候就已經在了。半年前他半邊打3T，現在還是一樣可以打3T。這個不能代表遊戲沒有膨脹，但可以代表當輔助膨脹的時候，克拉拉有辦法被輔助帶着一起膨脹。他唯一怕的只是沒有對上戶口，例如自己不是記憶命途或黃金翼的血統而喝不到湯的這種。簡單來說，隊友就是克拉拉的命脈，其他像是星魂、光追或儀器，我覺得都不是主要的問題點。今天就算像主播我這樣面板練度可以說是世界第一的克拉拉，
是一點爆率都沒有溢出的攻雙爆45.20條，我的星魂光追儀器都已經是頂級了。但如果你要我帶記憶組織跟鳥火火這種的去打高難，即使是我也什麼都打不過，虛構甚至是連3萬分都打不到的那一種。但如果你隊友的門檻有達標，那就算其他的再爛也都不會差到哪裡去。克拉拉的星魂只有0跟6的差別，這個最近我已經提過很多次了。光追的話，目前最適合的就是帶自己的專武，真的沒有的話，就先用星神當下位替代吧。我建議為了克拉拉去抽雲霓光追，有多的預算，請先把隊友的星魂抽到手。雲霓專如果只抽個1-2把，打不贏滿疊的克拉拉專武。至於抽滿，你先考慮滿魂藤荒吧。儀器的話就是外旋10人套，內旋用奔狼。如果隊伍有藤荒，可以用橡膠套會比較好。次條選擇雙爆衣、攻擊鞋、物理球、攻擊身。畢業面板的話，優先達到實戰100爆，剩下再堆攻擊跟爆傷。在你隊友齊全的情況下，面板倒不是需要太擔心的問題。好啦，那今天這部影片就簡單的談到這邊。未來的我還是會持續的更新用克拉拉打各種高難的影片。至於 4.0 後如果有新的隊友，我也還想繼續做他的攻略影片。以前怎麼做的，未來我就怎麼做。只是說在出社會後，能來準備影片的時間，比起之前是學生的時候還要少很多。畢竟工作會忙會累，很多時候還是會想休息，把時間留給自己，像是陪家人或是玩一些其他遊戲。崩鐵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只是一款遊戲而已，所以更新的頻率我還是會努力的放慢一下，但我不會永遠離開。這是我對克拉拉的承諾，也許我沒辦法陪她到永遠，但能陪多久是多久。我希望她可以感受到，在星穹鐵道的眾多角色裡面，她是相對特別幸福的一群。其實她只是遊戲劇情中的小配角，卻是我心中永遠的主角。不管你是從很久以前就關注我的觀眾，還是最近想跳入這個火坑的新手，今天這部影片就是先替你們打好，在現在這個版本，想作為一個克拉拉玩家應該要有的心理建設。如果你在了解之後覺得無法達成，那我也幫助你提早認清現實。但很多時候要堅持做一件事，也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就只是单純的喜歡而已。如果你在看完了這些之後還沒有被動搖到，歡迎你成為我們的家人。只要你有需要，我會盡我所能的幫助你。那如果你有喜歡他的心，但隊友實在抽不齊全，沒辦法拿他去打高難，這也沒關係，只要看我的影片，就是支持我跟克拉拉最好的方式。我會連你的份一起努力的。有問題都可以在我任何一部影片留言詢問，或是加我的 DC 1對1問答，不需要你買會員或是進行任何抖內，只要你有一顆愛克拉拉的心，我都很認真的回答你。這部影片獻給同樣喜歡克拉拉的你。最後，我是克拉拉兄，我們下部影片見，拜拜。